欢迎来到今天的求实金鱼笔记第4期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会大家看一下快闪加音效的剪辑技巧，看完了你一定很优秀。如果你想出去玩，拿着自己心爱的玩具，比如滑板，该怎么拍剪呢？常规拍剪是这样的，先来一个大景，介绍一下环境，然后拿上心爱的玩具玩拍，有点乏味儿，是不是？那如果大环境的空镜是延时，是不是要高级一些？如果拿着滑板在进地铁前来几个你玩的炫酷的镜头，快节奏之后突然慢下来，咋样？是不是有点感觉了？但是还不够立体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少点音效，耳朵要享受嘛。音效咋加？附到快闪上，比如可以用这个思路，在滑板起跳和落地的中间插入快闪，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虽然看不太清，但不要紧，我们可以配上这样的音效。市民の活気にエネルギーを与える。平时剪辑的小伙伴别总是眼睛享受，其实我们经常做剪辑后期的，可以选一台眼睛和耳朵都能享受的显示器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一直用的是明基专业影音系列，这个系列的声音和画质呢都做到了一样好，可以带给大家影音一体化的享受。除了影视标准色域的覆盖，可以辅助我更好的完成剪辑作业。它的箱体是由专业的声音团队特别设计的，做到了专业的影音一体化。原来我用的是 EW2880U， 使用体验很不错。后来升级专业影音系列的高端款 EW3280U 之后呢，更大的屏幕、更好的画质、更好的声音，特别加入了低音单元调教，形成了 2.1 声道的立体声。平时我剪辑搭配音乐音效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用它外放，声音可以全方位的展示。前面音效的声音就是直接录的显示器的声音，是不是还挺惊喜的？我们平时拉片观影的话呢，还有适配的影院模式可以选择，直接使用这个遥控器就能调节。不仅声音的方位感和层次感都能很好的捕捉到，一些暗场景的细节也能够看清楚。拉片的时候就能更容易体会到导演在视听语言的设计，不仅是画面构图、色彩的学习，还有声音的设计运用也不要忽略到。就像我们一开始的片段。记住，快闪剪辑呢是给耳朵享受用的剪辑技巧，所以音效的搭配尤为重要。